夫人，还有力气吗？刚刚不是已经……之前顾惜你出京人事，我便有所克制。其实，于我而言，1-2回是不够的。这还叫有所克制？眼前这位便是我的夫君顾恒。婚后，我们心照不宣，各取所需，做一对有名无实的夫妻。直到顾恒因调查大哥的替考案，被六皇子陷害入狱，又遭流放。在他最落魄的时候，我慌了，我怕失去他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肯承认，我心悦他。那夜，我们圆房了。可自从圆房之后，我们之间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再来一次。世子有些娇惯夫人了，身为丞相夫人，更得服侍夫君早起更衣。我应当起来为夫君更衣的。不用了，你昨晚累着了，还是在床上好好歇着吧。世子这是不知道我在屋里，还是没把我当外人呢？其实我还好，也没有那么累。是吗？是谁说昨晚累得不行，让我放过他呀？好了，去歇着吧。看你这样子，我都担心你给我穿错腰带。那我明日再早起伺候夫君更衣。好。沈嬷嬷竟然就站在屋里，那方才和世子说的那些话，嬷嬷岂不是全听见了？夫人，我去上朝了。还有，沈嬷嬷不是外人。好了，我真要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宫谢若是无事，晚上我会早些回来。我知道了。恒儿如今是丞相了，往后要经历的场面会更多。从今往后，你更要好好的侍奉丈夫，孝顺公婆，把后院打理好，让恒儿能在外头更安心的做事。知道了。老夫人，世子回来了。快迎世子进来。
见过母亲。恒儿快坐。方才还说呢，恒儿你是丞相了，是越发忙碌了。近来的确公务繁忙，抽不开身。我正叮嘱昭宁，她这做妻子的该多上心，照料好你的身子。此番回府，正是要说此事。我打算带昭宁搬出侯府。恒儿，你说什么？为什么要搬啊？是皇上新赐下的相府，那儿离皇宫和宫廨更近，平日上朝能省下不少时间。就非得搬吗？这侯府也没远多少啊。这日后免不了常有官员上门议事的，这侯府不合宜。不搬不行吗？这事儿跟你父亲商量过了吗？回母亲，早朝结束后便遇上了父亲，此事已经同他说过了，那儿子便先回去了。两个儿媳连婉清那副模样是指不上了。陆昭明至少是个聪明人，有家底会医术，遇到事还能顶用。如今搬走了，往后有事儿可找谁去啊？什么？世子和陆昭宁搬出府了？是的，夫人。真是羡煞旁人。说能搬走，我早就想搬出去。做儿子的倒还好，像我们这种做儿媳的，得伺候公婆按时请安，繁琐杂事一桩接一桩，烦都烦死了，哪里有半分自在？陆昭宁真是好命。父亲生前说的果然没错，路都给我铺好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走。世子总能逢凶化吉，如今还做了丞相，眼看着陆昭宁从商贾之女成了丞相夫人，而我呢，我的夫君一日不如一日。夫人，二少爷还年轻，他未来可期的。长渊，你别灰心，一定是伤势还未痊愈，再加上这阵子……不是我的原因，是你，婉晴，我已经对你没感觉了。分明是他顾长渊不行，竟然怪我。从今天起，我搬去书房，你若是不满，便请自行下堂。长渊，你说什么？你要休我？我是不想耽误你。顾长渊，你现在说不想耽误我，早干什么去了？你休想甩掉我！我离了顾长渊，出了侯府，又能去哪里？我生不出子嗣，谁还会要我？我的人生早就毁了。是我自作孽，可顾长渊也脱不了干系。当初是他觊觎我，存心引诱，我不过顺水推舟，到头来受罪的只有我，凭什么？顾长渊，你有什么资格怪我？不过是被贬了官，整日摆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给谁看？难道你被贬官还是我害的不成？小姐，世子回来了。明明是朝夕相对的人，这一刻还是有些心跳加速。这男人就是个妖孽。叶礼良，你出来做甚？想着你回来了，我便出来迎迎你。这相府到底是御赐的宅子，清雅不失华贵，我很喜欢。
你喜欢就好。不过，世子怎会突然决定搬出侯府呢？我不在的时候，母亲没少言语讥讽责难你。往后我只会更忙，怕顾不上你。人嘴也是软刀子，即便你能泰然处之，不去在意，时间久了，难免也会厌烦的吧。世子，热水已经备好了，要去沐浴吗？冷了吧？忙了几日，今日你须得专心陪我了。陪你做什么？世子，我怎么了？你们男人都这样吗？圆房后就什么？就成天想着那点事。我告诉你，圆房前也是会成天想的。这种话，他怎么说得出口的？怎么？你莫不是觉得我是什么断绝情欲之人吧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是个正常男人。正常男人都会时刻想着与妻子亲。好了，别说了。夫人，世子，没事儿，别怕，没人敢闯进来的。等我一下。世子，有人给您送来了这封信，是按键插在门上的。你迟迟不来宣国，我只能亲自过来了。即日前，我会按时抵达。你应该知道的，谢家需要你。我不只是希望你祭拜先祖，更希望你能留在宣国。你身上流的是谢家人的血，这是你无法否认的。无论你是中永侯府的世子，还是你现在拥有的丞相之位，这一切终将都成为幻梦一场。你该清醒了，是你承诺在先，只等你恩师江淮山的案子了结，便回宣国。我没有逼你。想让我去宣国，是吗？将你的人撤走，开春后，我便如你愿。你再三拖延，让我很难信你。江淮山的案子已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留下呢？我在陆氏身上还有未了的心愿。因着一个女人吗？那陆氏在我来之前便有所了解，她还不配做我谢家的重妇。她是我的妻，这一点不会更改。开春后，无论你心愿是否达成，都得回宣国。相府外的杀手都撤了吧？是，家主。他不知道，
一个时辰前，还有无数弓箭手端着连弩对准这间主屋，只等一声令下，就能将他乱箭射死。他更不知道我有多怕他受伤，怕失去他。小王爷不见客。没想到赵琳还是这种决绝的态度。小姐，小王爷还是不肯说吗？顾夫人，你可曾记得儿时的事情？小时候的事。可曾记得红树林？红树林在哪儿啊？果然，你不记得了。既然忘了，那就忘得干干净净。哎，小王爷，您刚才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实在听不明白。有时候，丧失一部分记忆，反而能使人无忧无虑。陆昭宁，你只需知道，我不告诉你，并不是在害你。到此为止，好好活着。小王爷，昭宁，昭宁，你怎么了？祭天大典那日，楚王府小王爷赵琳无意间提起了我儿时的旧事。我7岁前的记忆因一场高热尽数失去，本也不打紧，可他那些话却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尘封多年的记忆。宁儿，快跑，快跑！这些记忆的碎片，我分不清是梦魇还是真实。那些将士的尸身，还有那女人，他们究竟是谁？赵琳为何话说一半，却不肯告诉我实情？走吧。父亲，请您告诉我和我记忆有关的事情。我7岁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我都忘记了。您总该是记得吧？您能告诉我吗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哪还记得？忘记了就忘记了，你非要查？你要是非要查此事，你就不要再认我这个父亲。父亲，我不明白父亲到底在隐瞒什么，甚至于拿断绝关系来威胁我。他一直试着找回记忆，只是我不确定还能护他多久。这件事最好能速战速决。上次祭天大典，赵宁晕倒后，便常做噩梦，不得安宁。我想查明真相。那些过往到底是什么？赵大人为何作难，不肯据实相告？你一向聪明，林琴、赵元玉都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是这件事儿，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所以这件事牵扯到的人，地位权势高过当初的林琴和赵元玉，是吗？你早就与我夫人相识，对吗？不是跟你说了别问别查吗？你都已经得到了一切，为什么还要计较过去的事情？不是所有记忆都值得被怀念。
你既然是她的丈夫，是她选择共度余生的人，就给我好好护着她。我活不长了。一直都知道顾恒是短命之人，他这是在说他的病又重了吗？我活不长了。赵大人，即便我官至丞相，只要我一死，便护不住他。你觉得你隐瞒的秘密，当真对他有利无害吗？那么，请你认真回答我：继续隐瞒下去，是否真的能让他这辈子平安？还是说，隐瞒只是自欺欺人，将自己困在陷阱当中，等待猎人苏醒，最后引颈就戮？恕我直言，真正的保护是让人生出坚硬的羽翼，如此面对强敌才能奋起反抗。那么敢问，你、我，乃至位置更高的人，哪个不是如履薄冰？谁能确保这辈子都能永远护住一个人？谁能确保这辈子都能分毫不差？赵大人，你可想好了，是就此告诉我真相，还是继续你自以为是的保护？那告诉你就对了吗？但至少让我决定该如何做。如果你的方法管用，那就该证明你比我想的周全。论智慧谋略，我确实不如他。他说的对，我自以为是的周全，不过是把他蒙在鼓里。可我有什么资格替他做选择？又凭什么认定这样对他就是好？赵大人，我说了这么多，可以据实相告了吗？醒了？我睡了很久吗？很久了。需要用膳吗？我帮你叫。不用，我不饿。可在这医书中查到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查到。我今日去见了小王爷，也去找了我父亲，但是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好像他们不约而同的在守着同一个秘密。我想，他们可能是出于保护你吧。我明白的。赵林已将真相告知于我，但我还不能对昭宁提起，非是刻意隐瞒，而是此事牵扯太深，远不是赵元玉可比。那幕后之人藏得太深，若无十足把握便贸然出手，只怕会将他置于更危险的境地。世子，我们的人都被送回来了，且都完好无损。他们可有查到什么？没有，我们的人刚踏入凉州，就被人盯上了。你亲自去一趟凉州？世子都让我出动了，看来凉州一行十分重要。属下这就启程。贤婿，你今日前来，莫不是想帮着昭宁逼问我？我希望您能离开皇城，这不仅仅是在保护昭宁，更是为了您的安全。好，我陆家生意遍布各地，离开皇城，确实是个躲开昭宁追问的法子。只是，还请帮我照顾好昭宁。她看起来柔弱温顺，其实她比谁都倔。好。
还有一事，还请贤婿如实回答，你是不是已经知晓了什么？是。果然，纸是包不住火的，我们又能瞒到几时呢？不过，终有一日，我们都不必再去隐瞒。那可是陈王啊，手握重兵，就连当今皇上都要让他3分。是以，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，不可以轻举妄动。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瞒着昭宁的原因。与赵元玉尚且可以一斗，对上陈王手里没几张底牌，可不行。世子，坐吧。手这么凉，没有晚膳吧？父亲传话过来，他临时去崖州了。崖州也有陆家的商行？倒也是有的，只是他偏挑这个时候离开，难免让我觉得他是在躲着我。岳父本就各地经商，未必是因为你的事情。再者，如今朝局动荡，我又卷入了太子之争，此时离开皇城反倒安全，你不要多想。可是小王爷躲着我，父亲也躲着我，我有些时日没有见到时巡了。来，先吃饭。怎么觉得世子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呢？宾客马上就到了，前厅可收拾妥当了？侧夫人还算上心，在前厅忙活呢。哎，老夫人且宽心。我如何能宽心啊？那林婉晴对常渊娶欣欣本就有芥蒂，她如何能尽心啊？那陆昭宁更甚，明知今日忙，还不早些过来搭把手？老夫人，世子夫人兴许有事耽搁了。什么事能比常渊大婚更重要啊？走吧，走吧。难受呀！包扎完了，忍一忍。世子呢？世子还未下朝，你是有什么话要告诉世子吗？如何了？都伤得很重，时巡最严重。世子，阿蛮，先带夫人回房休息。是。什么情况？世子，我们没能踏入凉州地界，就遇到了伏击。陈王府的信息网比我们料想的还要密集广泛。这是陈王给您的信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该去侯府了。时巡他们伤得很重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吉时快到了，时巡他们的事，回来再说。我能相信你吗？我并非不信他，只是时巡消失1个多月，出现时便受了重伤，那段我缺失的记忆，似乎比想象中更沉重，沉重到连世子眼底那一闪而过的异样，
我都捕捉到了。夫人若是信不过我，便是我做的还不够好了。那世子究竟背着我做了什么？我隐瞒了你，你丢失的那些记忆，赵林早已与我说清。所以你知道了这些事情，可是你却选择瞒着我，是吗？赵林是这样，父亲是这样，现在轮到了世子，你也要这样吗？我瞒着你，是因为我需要提前确认一些事情，待我有把握护住你，我才能与你言说。这便是我的考量。好，那眼下你确认过了，可以告诉我了吗？我怀疑你母亲还活着。你说什么？我母亲还活着？这怎么可能？我8岁那年她就病逝了，我亲眼看着她下葬的。此事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。那我母亲她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说她还活着，那她现在人在哪儿呢？线索太少了，目前只是推测，还未证实。此次派石巡前往凉州，正是为了查明此事。凉州？你可知，你曾与你母亲一起被囚禁在陈王府？陈王府？我只知道陈王手握兵权，驻守凉州。只是这样一个位高权重者，为何会与我以及母亲扯上干系？彼时的陈王还未被派往凉州，而是占据在南方城一带。在你7岁那年，赵林恰好被送往南境历练，彼时他年方11。在你母亲的安排下，他将你带出了陈王府，逃出了南方城。那后来呢？我母亲她如何了？母亲一定也逃出来了，因为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还和我们生活了1年，在我8岁时才因病离世。依据赵林的说法，他将你带出了南方城，正好赶上岳丈在外接应，于是便将你交到了他的手里。赵林则返回了皇城。再后来，便是多年以后，陈王回到皇城述职，赵林见到了被他一同带到皇城的你母亲。你母亲秘密与他会面，并且叮嘱赵林，不可以将他活着之事透露给你。为什么不可以把他活着的消息告诉我呢？我听赵林讲述这段过往，你母亲是担心陈王会对陆家对你不利，还担心你冲动之下派人调查，故而没有即刻把此事告诉我。太多的疑团我解不开，譬如母亲明明在我8岁那年去世，到底有何隐情？难道那时是假死，和当初世子中毒陷入假死一样，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？再譬如，既然母亲还活着，为什么不想法子告诉我们？还有那个陈王，陈王为何要带走母亲？当初我和母亲又为何会被囚禁在陈王府？你说我母亲还活着，她还活着，可是上次见到她的人还是赵林，那是8年前。如果这8年她在陈王府，那她现在会如何？她……张宁，线索太少了，目前都是推测。据石巡探查，陈王有一方宠妾，这么多年无人见过其真面目。不过但凡陈王外出，必会带上那个女人。原来我丢失的那段记忆是在陈王府，是南方城，红树林，赵林，对上了，全都对上了。石巡带回来的那封信，便是陈王的来信。信上写了什么？他已经发现我在查他，告诫我不可再踏入，并且如果发现我再调查他和你母亲的事，便会杀了岳母。如今基本上可以断定，岳母被困在陈王府，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，尚且不知。营救岳母，还需从长计议。我隐瞒你，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
如今坦诚是相信你不会莽撞行事，同时也是让你有所警惕，小心陈王府。我明白，只有我好好活着，才能救出母亲。虽然我很着急，很想马上见到母亲，可是我更加清楚，陈王颇有权势，恐怕连皇上都奈何不了他。我可以等，等一个万无一失，等一个一招之地。第一次与陆昭宁成婚，我无动于衷；第二次娶林婉清，我欢喜满足；这第三次，如同被逼婚。欣欣来了，我便好多了。丈夫和儿子靠不住，两个儿媳又都是精于算计的毒妇，以后在这府里终于有个自己人了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。陆昭宁还是放不下我，看到我迎娶别人，他心痛了。二拜高堂。管完礼，我们便回相府吧。好。夫妻对拜。礼成。宁儿，快跑！快跑！好，你们跑得掉吗？怎么了？又做噩梦了？我又看到了好多好多将士的尸体，还有很多头颅。梦里那个女人，她在冲我喊，让我快跑。可是有一只鹰抓住了我，那只鹰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没事了。有我在呢，别害怕了。为什么赵岭碰到我母亲那次，母亲不向他求救呢？为什么不透露他还活着的消息呢？岳母这么做，肯定不希望你们为了他而丢了性命。说到底，最可恨的还是陈王，是他拆散了我们一家人，是他将母亲囚禁了这么多年。你还有我在。侧夫人，今夜最好也在主屋外伺候着。荣欣欣算什么东西，竟敢使唤我！长渊最近一直不行，难行顿冷之旅，哪用得着伺候？是。夫君，我不会跟你同房的。说什么呢？我虽不愿嫁给顾长远，但既然嫁了，就想着好好伺候夫君，早日生下一个儿子。我做好了嫁鸡随鸡、嫁狗随狗的准备，顾长远居然还嫌弃上了。你没听错，我
不会跟你生孩子。新婚第1天就要独守空房，是不是？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告诉你，我要告诉我爹娘，我要告诉祖母，你以为我想跟你生孩子吗？你凭什么这么欺负我？够了！你以为我稀罕娶你？若不是你想跟我兄长成事，怎会连累我？这件事情都过去了。总之，你给我安安分分的待在后院里。如果能回到当初，我再也不会想着和世子表哥生米煮成熟饭了。就算是嫁给普通人家的公子，也比嫁给那顾长渊强。老夫人，这下总算能放心了吧？有什么可放心的？长渊还欠着钱庄不少债，能把欣欣娶进来真是不容易。都怪我那兄嫂太贪心，索要了那么高的聘礼。不过所幸侯府还有些封地，估算着日子，封地的收成也该送过来了，到时候不只能把债一并还了，府里的日子也能宽松些。是，快了。他还在为营救岳母一事忧心。今日朝堂之上，四皇子押送赈灾粮赈灾，刚到就被灾民抢光了。当地的灾民闹着要起义，其他多地也跟着闹起来了。听闻灾民起义的事情闹得还挺大。皇上的意思是，要动用各地贵族的封地，一同赈灾。中永侯府也有封地，世子，你就不担心吗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这封地用来赈灾，以后侯府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。顾长渊能凑齐给荣家的聘礼，是向地下钱庄借了债的。地下钱庄立上加利，今年还不上，明年欠债就会变得更多。他原本定是想着，等到年底封地的收成上来，轻轻松松就能填补亏空。如今难了。怎么了？心疼长渊？我心疼他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就是想着，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，是怕世子你于心不忍。一个想要杀我的弟弟，我能既往不咎，已是大度。心疼他？不可能。不过，营救岳母之事，你莫要过于忧心。我已有了初步的盘算，还需从长计议，切莫草率行事。父亲。哦，刚才四皇子来了，带着皇命向我们征粮。怎么回事？朝廷赈灾，为何要向我们征粮啊？不只是我们，凡是有封地的王公贵胄都被征粮了。要几成？什么？5成？我的欠债怎么办？真要交出5成，我就完了。兄长，兄长，四皇子要向侯府征粮，要5成，实在太多了。你也知道，我为了娶荣欣欣，欠下债务。所以，你希望我做什么？看在我们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求你救救我，不，救救侯府。之前的事情，是我这个做弟弟的对不住你。那时我是被赵元义所逼，希望今后我们兄弟同心，请兄长原谅我。从你刺杀我的那一刻起，在我心里，你便不再是我的弟弟了。至于侯府征粮一事，
为赈灾出一份力，是做臣子的本分。侯府拿不出来，交出封地便解决了。兄长，你这话是不肯帮我了吗？你还在记恨我？你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吗？你知道赵元义那个混蛋是怎么对我的吗？你们没有人为我想过。他威胁我要霸占我的时候，他把我吊下来，这所有人扒光我的衣服，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怕，我很怕他会得逞啊。赵元玉竟如此禽兽不如吗？连男人也不放过。所以在你看来，你的清白比我的性命更加重要。那种事情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兄长，我是个男人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男人又如何？被人欺辱不敢反抗，却将刀子对准自家兄长。你有那等杀人的胆量，怎么不去杀了那些欺你辱你的人？照我看，赵元玉的逼迫是一方面，事实就是你想顺势而为，除掉你的兄长。今日你亦不是真心来认错，自己缺钱了巴巴的跑过来，你当旁人都是傻子吗？像你这种利欲熏心的人，当初哪怕是赵元玉不逼迫你，他如果许你丞相之位，你就会自己脱光了爬上他的床。陆昭宁，你怎么就这么想我？陆昭宁，你怎么就这样想我？实在没想到，他这张嘴能说出这种话。自己什么都不付出，还想让旁人白白给你。像你这样的人在戏文里，这叫假正经。你以为赵元玉当真看得上你？他不过是想借你的手除掉世子罢了。他想要的话，有的是比你俊俏、比你年轻的小官人。你们为什么这么想我？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还笑？像顾长渊这种人就该好好教训。我现在真是看了他就来气。是。那个世子，还是忘了方才的事吧。我还是很温柔、很稳重的。我一直以为我认错人了。你认错人，什么意思？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便是这样。你第一次见我是跟公爹替顾长渊提亲那次吗？更早以前，我便就见过你。那是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恩师托我补偿陆家，我便想着自己去寻你们。得知你们父女二人假冒身份官籍来到了皇城，我便亲自找了去。我原本只是想看看你们过得如何，却见到你在铺子里追债。那时候围观的人很多，你定是没注意到我。我还是头一回见到一个小姑娘，损人的功夫竟然那般的了得，逼得那欠债人羞红了脸，当场求饶。后来你就已经嫁入了侯府，总是一副唯唯诺诺、软弱可欺的模样。我甚至还以为我认错了人。世子定是记错了，我就算是催债的时候也是很温柔的。夫人，其实当初你可以大胆些，不嫁长渊，直接嫁给我，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2年之久了。我可不做妾，那时你也有正妻，何况我当时听说你也没有多少热活头了。世子，你看，想派人假装商贾，进入凉州。不用假装，本就是商贾。方法可行，不过不能用陆家的名头，陆银我来安排。
得安排的万无一失，所以就必须有一条真正的商道。得先安排好行商路径。不过你这舆图有些偏差，明日我再让人送一份更细致的来，方便你安排。对了，刚刚骂走顾长渊，那侯府征粮的事怎么解决？侯府再怎么样，日子也比那些灾民好过。盯着我做甚？我觉得很奇怪，你对侯府如此冷漠。世子，你又不是生性凉薄的人，对我的事情你就很上心，也做得很好。你是我夫人，我自然对你关心。那侯府呢？你就不关心公爹和婆母他们吗？12岁以前，我一直在外面长大，他们从未关心过我。12岁回府以后，他们眼中也没有我。当然，也曾有过，不过更多在意的是神童这个名头，多过在意我是他们的儿子。所以，我很难将他们当作爹娘。是我多心了，以后我会是你的家人，永远的家人。家人，我曾以为此生不会拥有，如今他在怀里，才知良辰苦短，与他在一起的每时每刻，都舍不得虚度。爸，如何？你兄长怎么说？他不肯帮忙。恒儿竟然怨恨我们至死！那你有没有好好说话？你有没有跪下向他认错，求他帮你呀？要我跪，你为何不跪？他跟陆昭宁是铁了心不想帮我，不想帮侯府。我甚至都道歉了，他们竟还羞辱我。既然软的不行，那就来硬的吧。世子，侯爷有话，如果这次侯府出了什么乱子，就要剥夺您的世子之位。知道了。父亲，这是逼着你处理征粮的事，好像谁稀罕当世子似的。我怎么记得你以前很稀罕？那是以前，我现在可一点都不稀罕。经历了这许多事，我早已看透那些高门大户的嘴脸，身处高位也未必能高枕无忧。如今我选择顾恒，不是因为他是世子，亦或当朝宰相，只因他是他。这话说来矫情，可我心里清楚，他值得我托付，非是情爱冲昏了头，而是他这个人聪慧沉稳有担当，即便不做这官，也能与我安稳，助我解困。说到底，我信的是他这个人。有劳夫人笔墨伺候。儿子顾恒自愿放弃世子之位，永不反悔。侯爷，侯爷，快来人，快喊府医！侯爷，小姐，夫人还活着的事儿，您不打算写信告诉老爷吗？此番营救结果如何，还未可知，倒不如将父亲置身事外，方能保他平安。可是小姐，您亲自去凉州，这太危险了。小姐，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夫人她不在了，您岂不是白白冒险了？过去这么多年，其实我也想过这种可能。可是倘若我一个做女儿的都不相信她还活着，还能指望谁去救她呢？就算全天下人都觉得母亲不在了，我也得心怀希望，哪怕希望渺茫，也得尝试。只是此事不能瞒着她，我得与她好好商量。
出门收账累吗？夫君，我有件事想让你知道。怎么了？我打算亲自去趟凉州。如此冒险的事情，我不赞成。我已经决定了。所以，你不打算听我的建议，只要一意孤行了，是吗？夫君，我真的得去一趟。若是一计不成，还需要更多计谋。即便你唤我夫君，也是无用的，这不是儿戏。按照我的计划，营救岳母一事，至少得需要提前半年布局。陈王的势力，如今正是如日中天，凉州又是他的大本营，想从他的手里夺人，很难。可是，不知为何，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觉得我必须尽快去，不然心里会一直不安的。即使我们会分开，你也要去凉州吗？我知道夫君公务繁忙，所以没计划让你陪我一起去的。所以，在你的计划里面，你何时回来？开春我就回来了。行商的最晚期限就是开春，我如果待久了，陈王也会怀疑的。开春就回来。开春后吗？还真是天意弄人。昭宁，你可知开春后回来，你便见不到我了。也罢，按你的计划做吧。对了，你的护卫当中有一个叫长青的，单易容，可否让他同我一起去呢？好，我会多派些人手给你。我不需要那么多人手，祖母给我的500精锐，按祖母的说法，他们都是按上战场的标准培养的，在战场上可以以一敌百。这是什么？拿着这块令牌，你便能号令所有侍卫，此去凉州，多些人跟着你，如此我才能放心。不用这么多人，人太多的话反而容易暴露。无妨，反正这块令牌早晚都会交给你的。拿着这个令牌去挑选人手差遣即可，届时让他们在外围接应，这样才能多条后路，知道吗？夫君你真好。我也只能锦上添花，重要的路还得你自己劈开，朝前走下去，直到摔倒了也能笑着站起来，如此我才能放心。夫君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在想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安定，才能有个孩子？安定？难道我们现在不算安定吗？你……二皇子殿下，我家大人正有要事处理，让我先带您先去前厅坐。请。什么要紧事呀？难不成和赈灾有关吗？哎，仲卿，什么要紧事啊？需要你亲自处理。可是四皇子赈灾一事又生变故。殿下，家务事已经处理好了。是我打搅了？
这也太丢人，太荒唐了。去年这个时候，我军功在身，被封为大将军，就近的喝酒吃肉，畅谈往后，加官进爵，多么痛快！而今，我不仅没有加官进爵，甚至被贬为了九品，就连做男人的尊严都失去了，我恨父亲、母亲，恨他们当初的馊主意，让我和寡嫂生孩子；恨林婉晴因我堕落，恨兄长落井下石，见死不救；更恨陆兆宁如此狠心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他走得那么决绝，为了攀高枝，丈夫说不要就不要。下贱东西，滚！不是让你滚吗？你是谁？你想得到中永侯府的一切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林婉晴的姐姐，林秀玉。你不应该在宫里吗？林秀玉是林琴那个被送进宫的嫡女，林琴倒台被惩治后，她也受到牵连，多亏伺候过圣驾，才得以免于一死，从原本的美人之位，硬生生降成了才女。我随太后出宫祈福，原本是想要见婉晴，却见着你出府，便跟了过来。我向来恩怨分明，害死我父亲的是顾恒，我妹妹婉晴多亏了你照顾。说起来，我们也算是一家人，所以我来寻你，是为了帮你，更是为了帮我自己。你能帮我什么？帮你毁了顾恒，得到世子之位。就凭你，一个失去娘家仰仗、自身难保的后宫女人，知道宣国谢家吗？知道宣国谢家吗？宣国谢家，我当然知道。在还没有被宣国、武昌帝灭族之前，那是天下第一的世家。在那块土地上，没有宣国以前就有谢家。无论换多少皇帝，经历多少朝代，谢氏一族屹立不倒。这是传言谢氏一族已被杀尽，其实不然。这是谢家家主谢荣清，他当年出逃宣国，13年后才被抓回，处以极刑。这谢荣清为何会跟我兄长如此之像？我初看这一画像时也十分惊诧，后来我得知谢荣清的事，
我怀疑顾恒是谢家的血脉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画像是哪儿来的？你们是不是在骗我？这幅画是赵元玉留给我的，还有谢荣清的事都是赵元玉查到的。赵元玉早就在调查顾恒了。赵元月，又是赵元月，又是那个该死的赵元月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！那就去查个清楚。顾长远，机会我给你了。若顾恒真是谢家人，这关乎的不仅仅是我个人恩怨，更关乎着整个大梁以及你们侯府的安危。你必须除掉他。怎么会有这种事？我跟顾恒真的不是亲兄弟吗？世子，您真的要回宣国吗？我走以后，好好照料夫人。老奴遵命。那夫人呢？您真的不打算把夫人带走？她一定会很伤心的。您这一走，夫妻就此缘尽，再难重圆了。我若身死，5年以后，便让她另嫁吧。不，无需5年，任何时候，只要她想另嫁，就由她去。不过，须得在我身死以后。是。这段誓死大好年华，却要被葬送在那些恩怨中。还有夫人，这场灾祸牵连了太多无辜的人。顾相认为，朕的几个儿子中，谁能担当太子？龙生9子，各有千秋。2皇子宽厚仁德，3皇子学富五车，4皇子英勇善战，5皇子嘛，总是奇思妙想。确实各有长处，无论谁当太子都很合适。朕听闻顾相跟2皇子来往甚密。确有其事。臣与2皇子曾一同任职刑部，相较于其他的几位皇子，难免更加亲近些。你就不怕让别人误解，觉得你想扶持2皇子做太子？臣确有此心意，不怕误解。好，朕就喜欢你实话实说，从不哄骗朕。既然顾相认为2皇子能担当此任，那朕就……储君关乎国本，臣不敢僭越。就这么定了，让朕看看顾相的眼光如何。我算是明白世子以前有多克制。我去书房了。你别过来，不行了，我真的折腾不动了。我不折腾你，我抱你去书房，陪我看公文。不行，不合规矩。
这可比什么红袖添香强多了。小姐明日就要去凉州了，世子舍不得小姐，我也舍不得。此去凉州十分凶险，这次用的人都得是精锐，绝不能给小姐拖后腿。连我都不让去。世子，你有心事？没事，公务上的事。吁！其实，我舍不得离开夫君。夫人，以后哪怕我不在你身边，你也要平安、喜乐。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吗？我看你最近总是忧心忡忡的，真的只是因为公务吗？只是为了公务。我知道世子不愿与夫人分开，只不理解为何不能带她一同回宣国。即便危险重重，甚至可能丧命，万一夫人自己也愿意呢？但转念一想，妾室一族那么多条性命，容不下半点侥幸。世子这么做，必然有他的考量。半月前，我们才抵达凉州，为了便于接近陈王府的女眷，租下了这间首饰铺子。长宁郡主驾临小店，民妇深感荣幸。不知郡主想看些什么？掌柜的，我看你这首饰样式不错，想选几样送给我的母亲，不需要太华丽的。是王妃吗？民妇昨日见过王妃，她的首饰大多华贵。不是，是我的母亲，她平常不怎么出门，所以喜欢简单些。郡主生得漂亮，你母亲必然也是天仙之姿。这些首饰确实过于简单，倒是配不上夫人。明日还有一批首饰到店，都是皇城里最时兴的样式，连皇城里那些郡主夫人们都很喜欢。那我明日再来吧。不若这样，明日我亲自送上门，让您和夫人慢慢挑选。民妇伺候过很多皇城里的达官贵人，那些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都是这样买首饰的。再者，有些首饰也得夫人戴过，才能真的看出来合适与否。是这样的，我父王不喜欢生人入府，所以明日我还是亲自来吧。夫人，这方法行不通，怎么办？行不通就换个法子。郡主，掌柜的，新进的首饰到了吗？到了，这些都是，您慢慢挑一挑。这款上面的珍珠用的是南海珍珠，光泽温润，最衬肤色。还有这些，都是皇城最时兴、最好看的样式。那我多买2款，拿回去让母亲选选。民妇有一个不情之请。民妇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我初来凉州，少不得要跟各府的女眷们走动，所以我为府里的夫人们备下了一些小礼，不知郡主可否愿意替我转交？若夫人们瞧着喜欢，便会经常光顾我的生意。
作为酬谢，您看上的这些首饰，尽管拿回去让您母亲试戴。若是她没有选中，您尽管退回，分文不取。掌柜的，你把生意做到王府里头，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。况且，你以面杀世人，不见得多大诚意。既然你帮我这么大一个忙，这点小事我不介意帮你办。我这点月例银子，本就只够买1-2件回去给母亲相看。掌柜这法子倒是好，不用多花银子，也能让母亲多挑些款式了。多谢郡主，这些都是店里最好的，留给您母亲试戴的。这些烦请郡主转交给府里的各位夫人。这位掌柜的出手可真大方啊！母亲，您的生辰快到了，这些是偿您的心意。长宁，我说过，我不是你的母亲，这王府困住我便够了，你为何还要甘心被困？这些首饰和以往不同，都是皇城的实心玩意儿。好了，王府的东西我一样都不会要。可这是我买的，不是府。你的所有，不都是他给的吗？我想，你一定会喜欢这套头面的。夫人，这样能行吗？若是母亲看到这些首饰，一定会知道是我来找她了。据父亲说，这批首饰的图样都是母亲亲手所绘，原是给我做嫁妆用的，从未对外售卖。母亲若看见，便会明白。有许多话想对他说，有些事压在心里太久，反倒不知从何说起。从一开始，我便不曾对他坦诚以待，如今终是自食其果了。若兄长当真是谢家的种，那他凭什么霸占侯府的一切？世子之位，陆昭宁，这些本就该是我的。世子，今日宣国使臣就抵达皇城了，不知道来的是谁，会不会怀疑什么？吴期昭宁，待你开启此信，你我已然分隔两地。想必你此刻已经知晓一切，包括我的身世。故乡的身世查清楚了吗？目前并没有疑点。今日在宴殿上见到他，我差点以为是那谢荣清又活过来了。那张脸，那神态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莫非大人是怀疑？继续查。若真是那个人的血脉，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是。老夫人就是一幅画。
这幅画，你是在长渊房间找到的？长渊怎么会有他的画像？难道要怀疑恒儿身世？不行，我得去荣府。母亲，我该怎么办？万一恒儿的身世泄露的话，只能让长渊放弃追查此事了。你的儿子，你应该好好管教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孩子不能娇惯。长渊变成现在的样子，都是你没有教养好。怪我吗？教养孩子，难是我一个人做的吗？是您当初逼我嫁人，是您给我选错了男人，恒儿的事都是您的错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听您的，让您插手我的事。清醒了吗？清醒？什么是清醒？我从来都没有清醒过，我所有的事都是您安排的，我沦落至此，我的长渊沦落到欠债的地步，那都是您害的，怎么还只叫我清醒？去，把恒儿叫来。这件事情，我来同他讲，我来向他请罪。恒儿，事情就是外祖母说的这样，你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您不必如此。恒儿，是外祖母对不起你，你一定要救救侯府，千万不能让这桩丑事被揭发出来。长渊太不懂事，他没想过他母亲的处境如何，没想过侯府如何。你这么聪明，一定会有法子的，对吧？我答应您，这件事情很快会有个了结的。五夫人好大的架子，王爷给她过生辰，她倒比王爷还迟，可不是吗？长宁，去看看你娘。是。父王，母亲身体不适，来不了了。她哪儿不舒服啊？可曾让府医瞧过了？我看不是身子不适，是不屑和我们一同用膳吧。哼，这么多年也没见她身体舒服过，可不是吗？来来回回一直用这个理由，我都能猜得到。夫人愣着干什么呀？过来本王身边坐呀。来，共同举杯。妹妹，今日是你生辰，我敬你一杯，多谢。方才王爷嘘寒问暖，他不搭理，此刻却回应四夫人的敬酒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妾身告退。四夫人，王爷，我想同四夫人说几句话。好，难得你开口啊。妹妹，你要同我说些什么？发钗哪里买的？啊，
这个呀，这个是你们家长宁送的，我们几个人都有。长宁吗？如果你肯自己放弃一切离开，并且永远别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可以不告发你。你尽管去做你想做的，只要你不后悔这选择。事到如今，该后悔的是你了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最正确的选择。你本就不是顾家的血脉，凭什么当世子？你身体里流着别国的血，如何做我大梁的丞相？顾恒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世子，请让属下去解决了他。杨义王再去补洞，也是于事无补的。难道就任由他这么威胁您？夫人那边有消息吗？还没有营救成功的消息。是吗？看来他那边也不是很顺利。即刻起，你们所有人都去保护夫人，切勿进入凉州腹地，就在沿途保护。世子，您眼下正遭遇危机，我们听命行事。还有，带上阿满。是。母亲找儿子何事？阿菊不见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母亲，你说什么？徐嬷嬷不见了？我不知道啊。快把阿菊放回来！如果出了什么岔子，母亲想怎么样？果然是你，是你干的！母亲，您在说什么呀？儿子听不懂。我是你娘，是你亲娘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母亲越是紧张，就越说明曲嬷嬷知道些什么。顾恒，这次你输定了。我就要见到母亲了。母亲，我把掌柜的带来了。见过夫人。竟是个女掌柜吗？劳烦你走一走，夫人言重了。进来说话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每次去请安，母亲都隔着屏风说话，从未让我踏进里间一步。怎么今日对着外人，她如此热络？夫人，这不是我记忆中母亲的脸，可是这个女人又分明与我长得如此相像，望着她，莫名生出一种熟悉，一种亲近，甚至想扑进她的怀里。听长宁说，你刚来凉州不久，过来，伺候我，佩戴这套头面。好，母亲，还是我帮您戴吧。不必了，就让掌柜的来。这药本是我为母亲准备的，可现在看着眼前这位神色淡然却难掩落寞的武夫人，我竟也生出了想救她的念头。找不到母亲，若是能救一个无辜之女，也是好的。她长得
和母亲一点都不像，却与我如此相似。吴夫人收了我的药，应该很快就能派上用场。我总觉得她身上定藏着我想要的答案。这写的什么呀？看我不看懂。这现在是什么人？你认识吗？居然会有这种事情！如此高的机密，这要是能治好，那可就发财了呀！是，进去好几个了，全都摇头出来了。那病太怪了呀，这个事可不好办，真是奇怪。你的针真的有效吗？民妇愿意向上人头担保，一定能够缓解夫人病症。只是我施针时，恐怕不能被人打扰。倘若无法为夫人缓解痒症，本王定让你生不如死。是。别担心，这样的药我可以忍受。你的医术竟然这样好！我名陆昭宁，本名陆雪宁，我父亲是陆向天。我知道，宁儿，我知道是你。所以，您是我的母亲。这件事透着诡异，藏着太多解不开的疑团。可我就有这样的猜想，赵脸的叙述足以证明，眼前这个女人比我记忆中的母亲更早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早在我7岁以前被关在陈王府的时候，她就在我身边。更何况我们有着这般相似的容貌，这些都支撑着我把这句话问出口。你不记得了？我7岁之前的记忆消失了，只记得一些零星的碎片记忆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你把我认作你母亲。我名陆念青，是你的亲姑姑。姑姑，你仔细瞧瞧，难道我与你父亲长得不像吗？可是，我跟您长得也像极了。侄女像姑姑不稀奇，所以你小时候我便很喜欢你。从前你父母忙于生意，所以在你刚出生不久，便交由我来照料。你7岁以前都是与我在一起的。宁儿，你长大了，和我想象中你长大后差不多。能够再见到你，姑姑真高兴。眼前这人竟是我姑姑。仔细想来，如果是从小带大我的姑姑，那也难怪会有那种说不明的熟悉感、亲近感。可我为何有种空落落的感觉？您真的只是我姑姑吗？是，我是你姑姑，但你跟我亲生女儿是一样的。姑姑，我一定会救您出去的。比起这个，宁儿，你得先去救救雪瑶。长姐她还活着，她在哪儿？陈王在府外有一处暗楼，雪瑶很有可能被关在那里。莫大夫，我母亲如何？怎么样了？好了没？姑姑，我改日再来看您。
还有多久能治好啊？夫人这病是气郁所致，加上季节变换，常年晒不到阳光，病症非一日形成，治疗自然也非一日之功。但我若能每日为夫人施针解毒，不足1月，定能痊愈。夫人若能1个月内痊愈，本王给你3000两；倘若1个月内夫人不能痊愈，本王定然要了你的脑袋。是。派人守着。姑姑，你看，陈王府的布局我已经查探的差不多了，凭着我那500精锐，一定能救您出去的。救出你姐姐雪瑶了吗？我打算兵分2路行动，安牢那边也有部署，到时候啊，我先将您救出去，送您出凉州。一定要先救出雪瑶，不然我无法安心离开。姑姑，您和长姐一样重要，先救谁都是一样的，看哪边方便行事，便先救哪边。这些年陈王控制雪瑶，就是为了控制我。但凡我离开陈王府一步，陈王就会立刻下令杀了雪瑶，因此必须先救出雪瑶，不然她会没命。难怪陈王会抓走长姐，竟然是为了胁迫姑姑。既如此，为了长姐的安危，不能先救姑姑了。放心，再等一些时日，我们一定救您和长姐离开。我相信你，宁儿，你记住，我的丈夫，你的姑父，他叫宋清明，他是个英雄。宋清明竟然是我的姑父吗？那长宁郡主……陈王为了稳定军心，拉拢南部军，捏造出长宁郡主的存在。事实上，他和我，和你姑父都没有任何关系。那孩子也是个可怜人。竟然是这样，陈王之人果然狡诈卑鄙。宁儿，以后有机会，你替姑姑给你姑父上炷香，好吗？好。定是上苍垂怜了我的祈求，才会把你送到我身边。哪怕只有短短1个月，姑姑也知足了。姑姑，等我救你出去，我们一家人会一直在一起的。一定会的。那些原本模糊的记忆碎片，此刻忽然清晰起来。任中那个让我害怕的影子，终于有了实形，正是陈王。两边同一天动手，闹得越大越好。一旦闹大，陈王出动军中将士，局面就难以控制了。越是混乱，才越是有机会浑水摸鱼。咱们的机会只有一次，你们得手后立马鸣笛示意。我这边立刻带姑姑离开王府。是，夫人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但我人微言轻，所以才需要使臣您的帮忙。你是怕遭到世人唾弃吧？毕竟这事儿你做的够绝。宣国本就在调查谢氏后人，我不过是送个顺水人情罢了。若哥叔大人不需要，只当我们今日没有见过。顾公子，我们的确有共同的敌人，不如坐下来好好聊聊。
家主问您，您真的决定这么做吗？告诉他老人家，这一切早晚得有人结束。是。曾几何时，昭宁还在我身边，我可以随时将人拥入怀中。而今偌大的屋子里，只剩我一人了。姑姑，别进来！陈王这个畜生，姑姑的身子还没有养好，他就这般急不可耐。明天我就可以救您出去了。等回去以后，我跟爹爹会好好保护您的。宁儿，今日陪姑姑躺会儿，可好？好。别碰，走。小时候，你睡觉很不乖，总是吵闹，除了我，谁都没法哄你入睡。现在你不需要我哄你了，你长大了，也不需要我再保护你了。宁儿，能再见到你，我真的感恩上苍。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，我都不怨了，也不恨了。你也不要再怨恨，怨恨只会吞噬你自己，变得不幸。云不飘，夜空静悄悄，月与星眨眼睛，娘亲陪儿到天明。姑姑，我们的出逃计划您一定要记住了。等过了明日，您就自由了。自由吗？五夫人有令，今日不需要莫大夫施针。五夫人有令，今日不需要莫大夫施针。姑姑不会不想见我，何况是今天这样重要的日子，是不是陈王对姑姑做了什么？长宁郡主，长宁郡主，今日是最后一次施针了，还请您帮我见一下五夫人。莫大夫，您先别着急。母亲像是在和父王闹脾气，连我都不愿见。以往也会有这种情况，等母亲气消了，自然就没事了。不可能是闹脾气，姑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，除非姑姑被困住。难道是陈王发现了我们的营救计划？郡主，只差最后一针了，
而且我今日就要离开凉州，我可以在朝露院外站着等五夫人气消了，我再进去，可以吗？为了医好母亲的病，我可以破例带你进去，不过你不能打扰到她，需等她愿意见你。好。莫大夫，你怎么走到前头了？这可是对君主不敬啊！快！快前面！这是怎么了？水，快打水了！这边！郡主，你慢些！快点，快走！水了，这个好大！救火！大家快！赶紧的！快！拿水，给我！不够！小心些，别把水洒了。凉州干涸，这水可是十分珍贵的。哎呦，这火这么大，也不知道我妹妹出来了没有。她要不是傻子，当然能跑出来。就是可惜了这院子，这可是王府最好。够了，我娘在里面生死未卜，你们都走开啊！别等着下人救火。吴夫人！走开！娘儿，别怕，你要坚强。我要去救他。我想起来了，他是我最重要的亲人，他是我娘！宁儿，你记住了，你爹爹叫宋清明，你娘亲叫陆念清。以后呀，万一你走丢了，你就这么告诉别人，他们就会送你回家啦。爹爹，宋清明，娘亲，陆念清。宁儿，你放心，有爹爹在，谁也不敢欺负你。等你长大了，叔叔教你耍剑，好不好？好。所向披靡。听，好玩吧？好玩。光条直撞人阴血。他可是我哥哥，我怎么可以再想起来呢？我怎么可以忘记你呢？娘，我回来救你了，娘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一定要来救你，娘啊，活下去！宁儿，活下去！夫人！哎呦，这火这么大，还有命呢！我娘能出来的，我娘一定能逃出来，对不对？王爷回来了。夫人呢？青儿呢？快说！在里面，在里面。青儿，王爷，放开本王！青儿，太危险了！王爷。
有饭吗？我饿了。有。夫人，您别吃了，别这么折磨自己。有饭吗？我饿了。夫人，您醒醒，这些都是注定的。五夫人她注定要选择这条路。夫人，您还有陆老爷，您还有世子，您还得平安回皇城。对，我们现在就得离开了。不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我娘不在了，我要留在这儿陪她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。张姐，张姐，大小姐，夫人她只是太伤心了。你清醒了吧？你是想拉着所有人一起去死吗？好，要死，我可以陪你死。可你带来的这些人，他们是无辜的。你至少下令让他们离开凉州，可他们会听吗？他们能抛下你这个主子不管吗？张姐，真的是你回答我，你是想你带的这些人一起死在凉州吗？张姐，我娘没了，娘没了。准备马车，我们这就离开凉州，要快。是。以我对陈王的了解，他很快就会反应过来，姑母的死与阿劳劫狱事件有关。你都想起来了？按照你的计划，他们救出我后，就该鸣笛。是我没有让他们鸣笛，因为我猜到姑母会在得知我安全后，马上了解自己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到现在还不能够理解姑母做出的选择吗？也是，从小被我们保护着的你，又怎能了解姑母的痛苦？为什么？我娘她为什么不活？明明我可以救她出去的，明明今天救出她以后，我就可以永远的和她在一起。为什么她要在今天了解自己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被困陈王府10几年，身上被烙上仇人的烙印，你觉得他还有勇气再活下去吗？一个女人身处那样的处境，唯一能想到的自保手段，便是了结自己。可他一直还活着呀，他是在等着我去救他。那是因为我，姑母一直想自己
但是陈王抓到了我。当年我查大哥的案子，刚到皇城，恰好撞见了死而复生的姑母。我跟踪他，想与他相认，但是陈王注意到了我，将我带去了凉州，还串通官府，让父亲相信我已死的事实。这便说得通了，我们都以为张杰死了。到了凉州后，陈王用我的性命威胁姑母，只要姑母一死，就要我下去陪葬。所以这8年，姑母她不敢死。你母亲一直是个了不起的女人，可这世界从来都容不下一个了不起的女人。你应该记得，害死你爹的人是陈王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你爹被陈王害死，为的是夺人妻子。他想要霸占你娘，为了一个女人杀死那么多人，你娘能不罪孽深重吗？红颜祸水，大抵如此。我娘才不罪孽深重，也不是红颜祸水。这一切应该怪那个色欲熏心的陈王。可是旁人呢？旁人会同情他吗？别人只会说是他勾引了陈王。所以你觉得今日过后便是阳光普照，但对于你娘来说，她面临的是更大的风雨。她定是不希望自己一个名声无悔的母亲毁了你日后的安宁。而你现在该做的，遵从她的心愿，好好活下去，别让她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。如若你还不知清醒，还想回去埋葬什么尸骨，你不仅对不起你娘的牺牲，更对不起我这8年来所受的苦。当年我被抓以后，我也可以选择去死，是我和陈王谈好了条件，是我自愿留在暗牢中。条件是他不准碰你，不准碰陆家，他还要为大哥安排好后路，不至于让大哥冤枉致死。难怪当年赵元宇没有追查到江州陆家，竟是长姐用自己换来的。父亲和大哥呢？他们还好吗？父亲是活着的，这我是清楚的。大哥呢？大哥呢？你说话呀！我就知道，果然是我猜的这样。不过，死了也好，死了就解脱了。大哥，还有姑母，他们活着都太痛苦，简直是生不如死。死了，反倒是一种解脱。我们应该为他们高兴。对不起，不哭了，
小姐，大小姐，真的是您？您还活着？这么多人，是生怕不会被陈王盯上是吗？时巡他们探查过，没有问题。老夫人呢？不是来救老夫人的吗？借一些人手给我，我往宣国去。你是觉得救了人还能全身而退吗？姑母一死，陈王一怒之下必然会调查此事。我和你一同回皇城，很蠢。你去凉州后一直易容行事，陈王至今未曾发现你。你只管若无其事返回皇城。至于我会佯装成被宣国人所救，前往宣国。只有这样，外人便会以为姑母是因为我被掳走才会自尽。陈王的注意力会尽数落在劫走我的人身上，唯有这样，父亲与陆家才能够平安。可是对你来说，这太危险了。放心，我可没有那么傻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向你借来的人手吗？他们会护着我的。长青，你多带些人手，务必保护好长姐的安全。是。即便我没有那么喜欢你，觉得是你的到来打扰了陆家的平静，却也不得不承认，你是我的亲人。希望你能忘却过往的阴霾，好好活下去。夫人，夫人怎么样了？醒了吗？大夫说小姐没有大碍，但是直到现在都没醒。你问过那些人了吗？小姐在凉州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夫人的母亲死于自焚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是营救出了什么岔子？我原本想告诉夫人世子的事，但现在夫人才痛失至亲，再受不住别的打击了，还是再过几日等夫人平复下来吧。好好照顾夫人。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。梁皇，我们皇上愿意签订盟书，10年内不再对大梁出兵。不过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们要贵国的故乡。啥？这他说什么？这是何道理？太猖狂了，简直岂有此理！到底要忍到几时啊？宣国这是何意？就是，简直太过分了。兄长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今日你将从高位坠入烈狱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！皇上，交出一国之相以求盟约，这是耻辱啊！皇上，盟约就是幌子，宣国就是想要除掉丞相，不可信他们。梁皇，我们皇上可是师出有名，之所以让我带回故乡，是因为他是宣国逃犯之后，罪孽深重。胡说！什么逃犯之后？简直信口雌黄！梁皇，外臣有人证，可以证明顾恒并非顾氏血脉，而是宣国谢氏血脉。一派胡言，绝不可能！皇上，皇上，此事千真万确，
臣可以作证。这孽子又想干什么？之前伙同赵元玉诬陷恒儿，今日又帮着宣国使臣说话，不想活了吗？顾长渊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启禀皇上，臣查到兄长，哦不，顾恒并非我的亲兄长，他乃宣国谢氏谢荣清的后人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如此呀！顾相竟是宣国人，万万不敢相信！宣国人吗？父皇，这简直是无稽之谈！顾恒怎么会是谢家的血脉？顾恒，兹事体大，你必须配合调查。是。父皇，谢氏一族早已被灭，又怎会出现在我们大梁？这显然是宣国的阴谋，为了除掉顾相，不择手段。太子，微臣知道您与顾恒关系匪浅，但如果此人真是宣国谢氏血脉，那他背后的意图可就细思极恐。这次绝非臣污蔑构陷，而是有确切证据，伺候我母亲多年的举母，不日前已招认，顾恒就是谢荣清的种。举嬷嬷，她不是失踪许久吗？来人！皇上，请您过目。二少爷，您太狠了！您对我严刑逼供，您滥用私刑。菊嬷嬷，你清醒吧！你要继续包庇那个野种，是要害侯府、害大梁吗？呸！世子就是顾家的血脉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传顾荣氏。夫人，您可快些吧，那皇上可等着您呢。哎呀！姑母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突然要您入宫？姑母，侯府往后就要靠你们撑起来了。传顾荣氏。臣妇参见皇上。荣氏，朕问你，顾恒究竟是谁的血脉？是臣妇和谢荣清的孩子。儿子怎么不是我的孩子？怎么可能不是？再说了，你和谢荣清怎么能相识？他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怎么能看上你呀？荣氏，诬陷丞相可是重罪。我知道，我的大儿子是我和谢荣清所生。你竟敢做出这种丑事！你竟敢！当年谢荣清逃到大梁，身受重伤无法动弹，是我趁虚而入，
与他有了首尾，也可以说是我强迫了他。顾恒就是那个时候有的。他之所以一出生就带着奇毒，也是因为他的父亲谢如清的毒通过刑房转移到了这个孩子身上。所以啊，我的恒儿，他从小体弱多病，我把他送走，也是怕这件事暴露。可是，随着他长大，随着他名声震动皇城，是我爱慕虚荣，心存侥幸，就把他带了回来。再后来，他慢慢长大，长得越来越像他父亲。我看着他，实在难以亲近。我怕我的罪孽被揭露，所以故意冷落他。但是现在，我必须站出来说出真相。在这个时候，我绝对不会再抛下他，独自一人面对。这本就不是他的错。皇上，您都听见了吗？顾恒就是谢氏的血脉，他本就不该留在大梁。贱人，我杀了你！你这个贱人！我现在就休了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奸妇！顾恒，你跟你亲爹把我们害惨了，就不该留在大梁，滚回你的全国吧，再也别回来了。梁皇，谢氏一族多年前意图谋反，按律当诛9族。谢荣清已经被我们处决，现在发现他还有余孽，自然要带回宣国处置。用这谢氏余孽换取我大梁10年安宁，确实值得。是啊，谁能保证这谢氏后人不会对我大梁有所图呢？又万一利用我们攻打宣国，这就是无妄之灾呀！可不是，连太子都是他的人。朕决定了。顾恒，你身败名裂了。昨日你还是高高在上权倾朝野的丞相，今日就成为了阶下囚。母亲如何了？他已经被休弃，送回荣家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这个野种。若是你早早的离开，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。是你的自私害了母亲。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会推卸责任。是啊，我终于不用再忍你了。没想到吧，连皇上都把你抛弃了，他用你换了一纸盟书。看在我们还是同母兄弟的份上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嫂嫂。你还不了解陆兆宁这个人，他是一心想往上爬的。如今你已不再是世子，没了皇上的青睐，还沦为了阶下囚，他定是巴不得离开你。怎么，就如此笃定我一定回不来吗？常远，为兄最后再给你一次忠告，凡事留一线，否则学的是你自己的路。你会武功，原来你一直没把我们当家人，居然瞒着我们这么大的事。既
柔长老脸算丢尽了。如是这个贱人，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让我颜面扫地！我竟然给别人养了20多年的儿子！我还亲手把世子之位交到了野种的手上。最可恨的是，柔氏知道，菊嬷嬷知道，就连长月那个孽子也知道，合着满府上下就我这一家之主被蒙在鼓里，最后一个知道。贱人，我把他休了，真是太便宜他了。像这种无耻的淫妇，我就应该把他抓去陈塘，活活的淹死他！你怎么这么傻？人家还没怎么问，你自己就认了。就算认了，你也不能承认恒儿是你生的。你与他撇清关系，说他是被谢家调包的，你便是无辜的。恒儿自己也同意了，你怎么？正是因为恒儿也同意了，我才不能这么做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几乎没有为他做过什么，我不能把一切都推给他，假装无事发生。娘，我怨过您，是您逼我借种，我才惹上这么多麻烦。但是现在我悔悟了，是女儿无用，才会让您一直操劳。如今我解脱了，我不怪您了。你确实没用，既然要捅出来，为何不全部都说出来？你确实没用，既然要捅出来，为何不全部都说出来？要不是故意不行，要不是他逼你传宗接代，逼你喝药，害你差点被毒死，他还威胁要把你休了。你何必至于去借种啊？你就应该让他知道，不止恒儿不是他的种，长渊也不是，你就该拉着他们一块儿。娘，别说了，长渊再怎么混账，到底是我儿子。恒儿已经遭了牵连，我们不能再让长渊一无所有。顾长渊那个混账，他都已经不顾你的死活了，你还在替他着想。难怪你这么不成器，会被他们欺负。娘，都过去了，女儿不孝，您多保重。打开囚车，迎顾下上去。什么人？赶紧拦住！哥叔大人，她是顾恒的夫人，看在本宫的面子上，
让他们夫妻二人道个别吧。既然太子殿下开口了，那外臣当然要给您这个面子。退下。夫君，我要做什么？我该做点什么才可以救你？你告诉我，我都可以想办法。就算让交出全部的家产，我也愿意。我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亲人。没用的，和离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们和离。和离书已经放在书房的案头上。陆氏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再无瓜葛。我知你都是有苦衷的，只是别放弃我，放弃我，丢下我，对我没有半点信心，也没有半点指望，将我完完全全排除在你的计划之外，就这样离我而去了吗？这一刻，我竟没有勇气作答。维护他周全，我本该狠心到底，可望着他的双眼，绝情的话终究说不出口。这是我们最后一丝牵绊，一旦剪断，便再也无法相守。无论你是姓谢还是姓顾，你都是我的丈夫。走。等待着，等到了这一程山羊路漫漫属于。小姐，小姐才经历那么多不幸的事情，本想着世子可以安抚小姐，不成想如今连世子也要离开了。先回府吧。钟青他应该不会有问题的，我们要相信他。他总是有他的计划，我都明白。只是我不能接受的是，他自以为是的，单方面的替我做抉择，决定我的人生。送顾夫人回府。是。世子就这样离开了吗？真的还能回来吗？世子这一去，凶多吉少。